说起国漫之光，你会想到什么？停，先别共鸣，3秒留存有了。朋友们，随着现在短视频的各种兴起，很多我们之前熟悉的老动漫都有一种非常难崩的形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焕发了第二春。比如说这个。天上地下会我叽叽呱，有的人他都不知道这 BGM 从哪儿来的，他就开始共鸣起来了。但是也不要紧，今天呢，我们就来开一个新坑，和大家呢一起回忆一下之前那些老牌的国漫厂商。我们先从蓝湖开始说起。说到蓝湖，可能有人呢比较陌生，要说他制作过的动画，你肯定有几部看过的，比如说《猪猪侠》《国宝特工》《洛洛历险记》《超兽武装》，说是当时的国漫巅峰都毫不为过。但之后呢，却经历了口碑崩盘，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说到蓝湖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蓝湖的创始人王威。这个人非常的神奇。他呢毕业于中山大学，仅靠自己一个人担任了旗下很多动画的导演、编剧、配音、作词、作曲，连他那个3D 动画渲染引擎也是他自己写的。就问你牛不牛吧？而且这个人呢还酷爱哲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蓝湖旗下的很多作品里头看到很多有关于哲学方面的讨论。当时的王威呢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时候的市场上还都是一些2D 动画为主，比如说像咸阳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所以王威呢就特别想做出来一个属于中国人的3D 动画。说到蓝湖的第一部作品，那应该就是猪猪侠，相信很多人呢都看过，包括它的片头跟片尾曲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勇敢向前进，前进有奖品，我要跑第一，要开飞机，要电视机，要CD，要 MP3，要冰淇淋，要人民币，不要看看戏。甚至他这个片头曲有一段的男声，也就是王威唱的，还有他那个片尾曲的那个绿色的旋律。云山的浮云，尘风和星星，地上我和你都在倾听。包括这些什么超级棒棒糖，这些非常奇妙的点子都是王威贡献的。但是猪猪侠的版权却不在蓝湖这里。准确的来说呢，猪猪侠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永生动画委托给蓝湖去做的，相当于蓝湖你就是个外包。而且呢，蓝湖只是做了1到4部的猪猪侠作品，第5部之后呢，永生就一脚把蓝湖踢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哎呀，猪猪侠怎么越往后看越不对劲了呢？这个脸加了美颜了、滤镜了似的那很正常，因为不是一家公司做的了。这照片是你吗？是我。是吗？是，那时候我还很瘦。但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猪猪侠是真的火，基本上每个电视台都有播放。借着这个契机呢，蓝湖后续又制作了2部大家广为熟知的作品，一个呢就是《洛洛历险记》，留下了非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比如说蓝毒兽、金铁兽、猛虎王。你放屁！再加上呢，王威在里边夹杂私货呢又比较明显，很多呢又中二又有富含哲学意义的台词非常的难忘。战争是场肮脏的游戏，而我是个更肮脏的玩家。我们这样做只会弄得2败俱伤。要知道，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装呀，太好用了。对小朋友来说呢，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呢，对当时正处在青春期的我刚刚好。还有一部作品呢，就是《国宝特工：果冻3剑客》。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奥飞和蓝湖合作的。奥飞相信大家都知道，奥迪双钻，我的伙伴。而且当时的奥飞那是真的有钱啊！那线下玩具销售渠道，小卖部老板可以说没人不知道奥飞。当时什么四驱车陀螺，可以说奥飞做一批火一批啊！当时我为了买一个四驱车，我求爷爷告奶奶啊，然后还被我妈把它摔了。对奥飞感兴趣的朋友改天咱也可以讲一下。于是呢，蓝湖就负责国宝特工的创意跟制作，奥飞呢就负责发行销售渠道给这个作品铺路。结果效果也非常的好国宝特工可以说是蓝湖最成功的一个商业作品之一了。但后续蓝湖也跟奥飞闹崩了。刚开始呢，奥飞跟蓝湖只签了前3部的合约，直到第4部的时候因为前几部的效果太好了嘛，蓝湖呢就想让奥飞那边加大投资。奥飞就说：“我靠，你还想加钱？没门儿！”反正呢就是钱的问题，不欢而散了。但是呢，当时还有另外一家找上蓝湖了，我给你多加点钱。你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咱俩呢再做一个。蓝湖一想，哎呀，这家伙好呀，给的钱又多，条款又松，转头就给人家合作去了。结果呢，奥飞把蓝湖给告了。你这啥意思？这个东西是咱俩合伙弄出来的，你这反手就去找别人了，而且你找别人你也不跟我说，我是有优先知情权的呀。官司下来了蓝湖赔了1000多万。不懂法是真的难崩啊！而且呢，王威不懂法，那已经不是1次2次的了。不过呢，我们先按下不表，接着呢来讲一下国宝特工之后的蓝湖的另外一个非常出圈的作品《超兽武装》。当当当当。超生狂野，撕裂维度空间，轰轰烈烈。
呀，这个主题曲啊太好听了，而且作词也是王威。不得不说啊，王威确实是个人才。在这部作品里边啊，王威呢也是夹杂私货啊，在对哲学呢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这部作品准确来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正派和反派之分，大家呢都是为了各自的阵营。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这等于你们想去主持公道，这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才会去做的事情。只有统治者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判断对错，来进行所谓的主持公道。可以说这个思想高度已经秒杀当时的国产动漫好几个层次了，哪怕是现在，尤其是什么名句剪辑里边啊，肯定有，也是呢直接把蓝虎带上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我们经常说人到高处了是吧，就该往下走了。首先呢是15年的时候，光线传媒决定呢要投资蓝虎。那光线传媒我们知道很大的一个传媒公司了，当时光线传媒呢投资了一大批的动画制作公司啊，其中呢就包括十月文化，也就是大圣归来的那家公司，彼岸天也就是大鱼海棠，然后还有像玄机，活吧我的爱人，然后呢就是蓝湖了。当时啊蓝湖啊面临一个选择啊，就是他呢其实有点想进军影视行业，所以这俩呢也是一拍即合，光线呢直接占了蓝湖50%多的股份。但是在那个时间我们知道人家大圣归来多少票房，大鱼海棠多少票房，那蓝湖是什么成绩呢？16年的时候由蓝湖制作的大电影《国宝特工水果大逃亡》最终呢以800万的票房草草收尾。800万跟人家比起来啥也不是啊，蓝湖一下子连裤衩子都亏光了。于是呢在同年光线传媒直接把蓝湖卖了。可以说当时的蓝湖处境非常的不好，毕竟一直亏损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呢当时的蓝湖就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17年的时候啊，蓝湖跟奇奥成立了一家公司。奇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外合资公司，拥有奥特曼部分的版权。因为当时的奥特曼版权是非常混乱的，当时也能看到国内一大批的这种乱七八糟奥特曼出现，就是因为当时版权混乱的原因。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呢，奥特曼的版权其实在远古公司手里，但是呢曾经呢有一个泰国人啊叫辛波泰，说他之前呢跟远古婴儿导演签过一条合约，所以他手里头呢也有奥特曼的版权。虽然说这个合同远古公司呢并不承认，很多的奥迷也是不同意的，但是当时啊国内的法律还是承认的。那蓝湖成立这家子公司的原因，也就是为了给后续的作品铺路，所以他就挑了这么的一个空子。果然在17年的时候啊，蓝湖呢上架了一部电影叫做《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钢铁飞龙呢它就是蓝湖之前的一部作品，现在呢打着奥特曼的旗号出了一个电影，这个蹭吧多少是蹭上了，口碑呢也是烂完了。因为在这个电影里边，奥特曼一共出场都不超过3分钟，就是给你挂个名，挂羊头卖狗肉。在里边呢，奥特曼的这个形象啊，直接变成了这个9头身，还露了腹肌。这是我最支持六老师的一次啊，改编不是乱编。你这么恶搞，那观众能买账吗？买了，但是呢，都是奔着这个名号进去，骂骂咧咧出来的。票房是比之前高了很多，之前800万，现在呢4000万，但是呢，口碑也是彻底烂完了。豆瓣评分2.几，估计还4分了。一看观众的评论，我儿子看了这个作品，我儿子觉得很好，我怀疑他不是亲生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我靠，还真不是亲生的，感谢导演。那你觉得这样就完了吗？没有，蓝湖一下出了2部，可以说啊，这2部作品把之前啊蓝湖的这些滤镜全给干碎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自从19年啊奥特曼的版权彻底落实了之后，人家远古还把蓝湖给告了，蓝湖又赔了250万，这个数字多少有点侮辱人的意思。随后呢，蓝湖也是经过了几次股权变动，王维呢也是退居2线了。虽然说近几年啊蓝湖依然在稳定的产出自己的动画，但是论起影响力啊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虽然说奥特曼啊已经变成了蓝湖身上不能抹去的一个黑点，但我呢还是很感谢蓝湖啊这么多年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看的作品的。毕竟呢蓝湖作为一家公司，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可能蓝湖也是出于无奈才做出了如此的选择，我可以理解，但他这个做法我觉得就能苟同。而在这个网络动画崛起的时代，蓝湖呢也错过了自己转型的最好时机，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并没有后悔药可以买。OK， 今天呢有关于蓝湖的视频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下期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个人心目中最牛逼的国产武侠动画，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如果大家还想看哪些动画公司，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咱们呢下期再给大家讲解一下。